针对此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涉 TikTok 法案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7号正式起诉美国联邦政府，表示该法案违反美国宪法，包括侵犯了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权。酝酿2周之后 ，TikTok 终于开始使用法律武器打响自卫战。TikTok 的诉讼突围空间有多大？来看看报道。 当地时间5月7号 ，TikTok 与字节跳动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旨在封禁 TikTok 的相关法律违宪，并阻止该法律的执行。这项法律由美国总统拜登于上月24号签署，要求字节跳动在270天内剥离其美国业务，否则 TikTok 将在美国面临全国性禁令。若出售 TikTok 事宜取得进展，可有90天的出售延长期。 TikTok 在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提交的起诉书中指出，该应用程序是一款拥有1.7亿美国用户的活跃社交平台。美国国会相关法案不但史无前例，而且违反美国宪法。TikTok 强调，美国国会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法案合理性，以及该社交平台存在数据安全风险，强迫出售从商业、技术和法律层面来看都是不切实际的。 值得注意的是，从4月24号拜登签署法案到 TikTok 提交诉讼，前后用时仅2周左右，这比许多法律人士此前预判的时间都要短。深圳卫视注意到 ，TikTok 此次发起诉讼经过了完善的准备。 早在10天前 ，TikTok 就在官网发布声明称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在美国的总法律顾问埃里希·安德森将于6月转任专职为推翻美国剥离法案的特别法律顾问。 而安德森正是 TikTok 在2020年成功阻止特朗普政府禁令，以及去年让法官阻止蒙大拿州禁令的关键人物。需要指出的是，此次法案相较以往更加严密周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称，这是迄今为止对 TikTok 发起的最高级别法律挑战。 有熟悉美国相关法律的律师分析称，尽快提交诉讼可以有机会尽早拿到法院的临时禁令，从而掌握更多主动权。诉讼最好的结果是法院判定法案整体无效，最坏的结果是法院完全支持该法案 ，TikTok 会被要求出售给美国公司。 但事实上，由于出售这一选项并不在字节跳动的考虑中，因为 TikTok 最有价值的是其算法，而这受到中国的出口管制。接下来 ，TikTok 会很快向法院提交申请临时禁止令的动议，以争取在出售截止日，也就是明年1月19号前，让法院宣布这部法律无效。美国法院将在出售截止日之前作出判决。我认为啊，TikTok 从法律上来说呢，在美国这个进行一定的这样一个突围啊，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这个首先来说呢，这个美国这个当前啊，就是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个立法，实际上来说应该说跟美国宪法的精神，所以言论自由应该是有冲突的，而且是违反了这样一个商业精神。 尽管法律战才刚刚打响，但对于万千依赖 TikTok 营生的美国用户来说，美国政府对 TikTok 的持续打压是难以接受的消息。他们将可能面临无法继续使用 TikTok 的困境。美国籍 TikTok 博主瑞恩·特尔费尔入驻 TikTok 已经有近6年时间，如今拥有超8万粉丝。他的视频里有很多时评。随着在平台上知名度的攀升，他接到了不少品牌合作，这给他的收入带来了有效提升。特尔费尔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直言，他无法想象未来没有 TikTok 这个平台。 I don't know what I'm going to do without it. I'm going to be honest. For starters, I don't think I would have a job. I would say TikTok was a really good tool for me to be able to expand my personal business and to help grow other businesses. And I think that TikTok has allowed me to be able to grow in ways that the other platforms weren't able to do that. And I think the other platforms didn't understand what businesses needed and what creators needed it in order to grow. And TikTok's done a pretty good job at doing that. 令特尔费尔失望的是，美国政客打压 TikTok 目的是为了攫取自己的利益。I was really disappointed. I felt very specifically when I did research, I felt that it was very strange that most of the politicians who voted in support of the TikTok ban
also bought shares in Meta the same week that they banned TikTok. And I don't think that's coincidental. And I think it's sad. And I think it hasn't set in yet for a lot of people. But I think it kind of makes you look at the current politicians that we voted for and question why we voted for them. 外界关注到，字节跳动58%的股份由贝莱德集团、泛大西洋投资集团和海纳国际集团等全球机构投资者持有，21%为该公司的中国创始人持有，21%为员工持有，其中包括约7000名美国人。一旦 TikTok 在美国受到封禁，最大获利者将是同样依赖在线广告收入的 Meta、谷歌、Snap 等美国本土互联网巨头。TikTok 与母公司字节跳动已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拜登总统签署的 TikTok 禁令违宪。您认为胜算几何？ TikTok 控告拜登政府，一呢是说明所谓的不买就禁，实际上只有禁令，没有出售的余地；二是未来几个月 TikTok 将在为美国的生存而战，主战场将是在法庭。现在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庭提交了诉状，最后官司呢可能会打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管官司最终能不能打赢，都会延长 TikTok 在美国运营的期限，因为只要案件在审理过程之中，就可以禁止该法律的执行。30岁之法院正式受理，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必将在美国引发一场有关国家安全和言论自由的斗争。起草 TikTok 禁令的立法者核心意图呢是保护美国免受所谓的国家安全威胁。不过呢，影响国家安全是他们的主观臆测，没有一个具体的案例能够支撑。但如果 TikTok 被禁止，那1.7亿美国用户的言论自由权就会立即受到侵害。更何况呢，还有很多个人和小企业是靠这个平台生存的。可以说 ，TikTok 禁令基本上呢是站不住脚的，是把立法当成政治玩了。但问题呢，恰恰就出在这儿 ，TikTok 禁令是政治产物，是美国国会有史以来第一次颁布了一项法律，针对某一特定的言论平台，在全国范围内加以禁止。那么，美国法院包括最高法院，最终呢是按照政治标准还是法律标准来判决，就很难揣测。美国呢是法治国家，对内可以依法审理，但涉及到外国企业或者是外国人士，则是另一码事了。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可以大言不惭地说 ，TikTok 归美国所有非常合理。但是呢，他敢对美国企业的产权随便说归我所有吗？他当然不敢。所以TikTok 起诉美国政府，其中呢掺杂着复杂的法律应用、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因素，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法律问题。能否胜算呢？现在很难判断。如果 TikTok 在法律战中不能胜出，那么命运将会如何呢？会停止在美国的运营吗？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尤其是美国的1.7亿用户。在 TikTok 的诉讼文件中，也对此呢加以说明，说 TikTok 与母公司字节跳动加以剥离模式根本不可能的，在商业上、技术上、法律上都不可能。而在4月下旬，国际媒体就在传播 TikTok 及字节跳动的预案，说将用尽所有的法律选择来对抗美国的禁令。如果仍然无果，那么该公司宁愿关闭其应用程序，也不愿出售该应用程序。除用户数据及产品管理以外，算法呢是这家中国公司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也就是说 ，TikTok 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拜登签订的 TikTok 禁令要求 TikTok 和字节跳动剥离，主要呢是产权上的剥离，要 TikTok 成为美国公司，顺带呢就把算法带走了。但是中国呢早就有法律规定，关键算法呢是不能出售的，而没了关键算法的 TikTok 也就不是 TikTok 了。所以呢，美国业界讨论的潜在买家让从字节跳动剥离出来的 TikTok 在美国上市等等，都是无稽之谈。我估计呢 ，TikTok 和字节跳动将全力以赴地打官司，争取呢从法律上获得生存权。如果美国的法院最后是按照政治标准来判决，判定 TikTok 禁令有效，那么 TikTok 呢大概率会选择关闭，停止在美国的运营。TikTok 呢是损失了美国市场和用户，但同样也把美国是否是法治国家，是否讲公平竞争，是否真正关切小业主，在世界面前呢也翻出一个老底来。最后尴尬的呢是美国政府，受损失的是美国用户，相当部分用户可能失去谋生手段而去领失业救济金，有一些小企业呢也可能失去
销售渠道而破产。TikTok 在美国发展那么快，喜爱度那么高，是有很多技术含量的。也许只有这种便利没了，美国政客才会悔不当初。